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战锤公民，我是阿叶。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包裹是 Joy Toy 战锤 30K 第5军团白色疤痕基因原体茶和台可汗。到底这尊极具东方草原风格的原体食物表现如何呢？马上来一探究竟吧。第5军团白色疤痕的基因原体茶和台可汗，人称巧高里斯的战鹰。他一生追求极致速度与绝对自由，外表看似狂野，内心却是看透帝国本质的哲学家。而在战场上，可汗的定位就是极致的速度与致命的斩击。在荷鲁斯之乱中，他秉持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查明叛乱的真相。他最著名的战绩莫过于顶着剧毒迷雾，一刀砍下我们之前介绍过的纳垢恶魔基因原体的头颅。叛乱平定后，可汗在一次追击异形的战斗后，身影就此消失于网道之中。当你打开盒子，除了可汗本体外，随和附赠了一柄招牌的近战武器白虎大刀，以及一把风暴之声遗物手枪，还有5支可替换的手型。官方公布的头部高度为 18.4 公分，实际量测至发髻最高点会接近20公分。把它跟基里曼放在一起，可以看到可汗明显更高更壮，与其他素体的比较大致如下。我们先来看看这颗头雕，高耸的颧骨以及额头的细纹，整体面部的雕刻很有东方游牧民族的刚毅感，但涂装没有阴影效果，尤其是眉毛的涂装，导致面部没有立体感的老问题还是存在。发丝有高光勾勒，顶部的发髻是可以拆装的，也可以自由转动。头部周围因为没有大面积装甲阻隔，各个面向的转动幅度都蛮大的。头雕周围的护颈有细致的纹路雕刻与铆钉分色，但是有一大片不明所以的阴影漆。我强烈怀疑，这些阴影漆是不是原本应该要用在头雕上的呢？可汗身穿名为野火的专属动力盔甲，胸甲中央巨大的金色狮头浮雕极其精致，整体胸甲采多层次设计，最底部黑色的鳞甲雕刻非常精细，除了每一片都有边缘高光外，还有红色分件细节点缀，而中层的红色背带做出了阴影与铆钉分色，而最上层胸口的链条造型软胶，它是披风的独立连接件，不是死板的刻在胸甲上。这种结构感让模型少了塑料的廉价感，再搭配数条东方风格的挂坠装饰，整个胸前的层次感直接拉满。转到背面，巨大的动力背包分色清晰，白底中央印有代表第5军团的金色罗马数字，搭配金色的纹路以及银色复杂的排气与冷却管线，完美还原了设定中为了高强度爆发、超载位移而设计的动力炉。大红色的披风在布料皱褶处理与漆面光泽上拿捏得不错，两侧垂挂的细致的金边图腾，外侧的毛皮镶边透过自洗营造出不错的蓬松阴影感，底部还有数个闪电符号。翻开来看，披风内侧同样做出了金边图样，但要注意的是，宽大的披风加上背包的重量不轻，会稍微影响整体模型的重心。可汗左右的肩甲与手臂采对称设计，相信很多人一开始看不懂这肩甲的造型到底是什么生物，但翻开官方背景实际研究后，发现这套野火盔甲上的兽首其实是巧高里斯本土经过基因变异、长着利齿的异星猛禽，所以它才既有鸟喙又满嘴尖牙。拿到实物的兄弟们，你们觉得这肩甲到底比较像老鹰、像恐龙，还是巧高里斯的神秘生物呢？手臂部分的涂装同样不含糊，肘甲上镶有圆形花纹，白底金边的配色让手型看起来非常有力量感。红色的防护手套上则有金色闪电图腾浮雕，分色界限分明。可动性方面，手臂的蝴蝶关节表现不错，尽管宽大的披风在某些角度会稍微阻碍手臂的转动，但依然能做到360度旋转。不过受限于肩甲造型，手臂两侧平举大约只有45度，前后内外开合的幅度非常大，
能完成许多摆拍姿势。腰部细节同样拉满，腰带中央刻有白色疤痕的战团闪电符号，下方垂挂白底金边的饰件，并接续着软胶材质的护裙。红底金边的裙摆上，金色的闪电浮雕格外醒目，整体的阴影自洗处理的恰到好处，呈现出飘逸感。腰部左右两侧是皮带附挂的鳞甲，下方还有银色裙甲防护。把披风掀开，看到后腰，除了白虎刀的剑鞘挂载，也做出两片鳞甲与深红色裙摆的细节。至于腰部的可动性，因为受限于前方胸甲延伸下来的左右两条背带连接，导致腰部左右摆动跟上下仰动的幅度都偏小。来到下盘，整体腿甲采用高质感的白底金边设计，厚实的装甲充满原体该有的压迫感，从小腿正面一路延伸到外侧，布满了极具东方色彩的金色祥云卷草纹，中间还点缀了多处红色宝石涂装。膝甲处的恶魔浮雕非常霸气，翻到侧面，镜甲边缘带有皮革绑带细节，精准模拟了北方游牧重骑兵的束甲风格。而小腿肚中央有一道垂直的金色区块，刻满了传统的几何回纹与雷纹线条。在斜后跟有类似骑马专用的马刺造型，与镜甲交界处也有类似皮革的衬垫装饰。白色装甲上的阴影自洗恰到好处，既保留了原体盔甲的高贵，又带出百战之师的风霜感。但比较可惜的是，腿部的可动性被后方披风与四周裙甲限制住，前后劈腿跟左右开合的角度大约只有45度左右。好在膝关节弯曲接近90度，脚掌同样支援四方贴地。接着看到武器的部分，首先是可汗的招牌武装白虎刀，刀柄上刻有象征雷霆与狂风的几何回纹，末端的鹰手配饰雕刻清晰。这把白虎刀是可以完美收进固定在可汗后方的剑鞘之中的，剑鞘采用 ABS 硬质塑料，整体黑底金边的包覆，边缘还用了浅蓝色的高光勾勒，呈现出立体感。另一把副武则是风暴之声遗物手枪，外形完美结合了古典左轮与未来科技，整体采用银灰色的金属漆涂装，枪柄上还做出了细微的仿木纹理，显得小巧而精致。不拿在手上时，平常可以收纳在可汗胸甲侧边的专属皮革枪套内。总的来说，这款察合台可汗无论在涂装的精细度还是造型还原上，都达到了原体系列的标准。红白配色的大面积漆面表现不错，颗粒感减少了很多，白色部分也没有出现严重的黄化或脏污。但比较可惜的是，宽大华丽的软胶披风与繁复的腰部配件大幅限制了整体肢体的可动性，这点对于设定上身手矫捷、快如闪电的可汗来说，在把玩时确实是个败笔。之后如果精灵锻造有推出这款原体的可塑型披风改件，我应该会入手，届时再拍影片来分享改造后的可动差别。如果你是白色疤痕的死忠粉丝，这款可汗的细节堆叠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我个人认为它是近期除了纳垢系列之外，案源少数排得上前几名精致的诚意之作。大家有入手了吗？拿到实体后觉得如何呢？欢迎分享你的想法。以上就是 Joy Toy 出品的战锤 30K 白色疤痕基因原体察合台可汗的分享啦。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别忘了帮我按赞、订阅频道，并把影片分享给同样热爱战锤的朋友们。也欢迎各位战锤公民在留言区留下你对这款模型的看法。那我们下次战锤宇宙见，大家拜拜。